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开始进入路加福音第17章。我不知道大家在看15章、16章的时候，一直到第17章，有没有发现路加其实在刻意的做一个对比，他在对比这个世界和神的国的一个差别。所以你看到从15章开始讲比如说两个儿子，大儿子小儿子，到了16章我们讲到了这个光明之子和这个世事之子，也讲到了财主和拉撒路。你会看到这样的两个对比就是他们两边所代表的，一个是世界的价值观，一个是圣经的价值观。那这两种张力的一直存在，到了第17章的时候，这个张力仍然存在。所以耶稣讲的这3件事情其实也有这两重的张力。那待会儿我们会来看这是哪两重的张力。那哪一种是世人的眼光所认为的这个饶恕或者信心还有侍奉，哪一个是从神的国度的眼光来去看待什么是真正的赦免饶恕，什么是信心，什么是服侍所以它有这样的一种对比在当中，让我们看到合神心意的这种饶恕、信心还有服侍究竟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观点来去看的时候，就可以更多的来去看到路加的用意。他其实在对比一件事情，就是作为这个世界的人和作为神国度当中的子民的这个人，那最根本的看待这些问题的不一样，最根本就在于我们的身份不一样。如果你的身份，你的自我身份的认同是说我是这个世界的公民，那么你在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一定从世界的属世的角度来去看待。可是如果你看自己是神国的子民，你是耶稣基督的这个仆人，你是神的儿女，那么你在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眼光又不一样。这就是耶稣他的一个对比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3件事情在1到4节耶稣讲到了这个饶恕和赦免。那5到6节讲到了这个信心，它特别有对比这个小和大到第7到10节就讲到了这个侍奉或者服侍的态度。我们可以来看看耶稣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要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7次得罪你，又7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这里面的对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很有意思的对比。什么对比呢？一方面你看到说这个人他犯错了是吧，然后他懊悔了，我们要怎么样饶恕他，而且他一天7次得罪你，7次回转你都饶恕他。那这个7呢，当然在圣经里面更多的代表这种完全是吧就是说不管是多少次你要饶恕他。所以这个饶恕是一种其实是一种无条件的。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讲到这个饶恕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基于一种条件说他做了什么然后你才选择来饶恕他那这个是很好的，对不对？我们都喜欢听这个。可是你看到这个经文的前半部分没有？这个前半部分说什么呢？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那有人把人绊倒了，但是那个绊倒人就有祸了。那绊倒的这个人他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个也就对从耶稣的角度来说，他要受到一个怎样的惩罚都不足以来平息他所做的这样的事情所带来的后果。他说要把他的什么磨石，就是那个当时那个磨那个石头那很重的，把它拴在他脖子上丢在海里，那不就是要置他于死地吗？是不是你还记得上一章刚刚结束的时候讲到这个财主在地狱里边，在阴间当中这个想求一点水，是不是因为被火烧嘛，他想喝点水被火烧死。那这个呢就是给你淹死所以你看这个死法都很惨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会想耶稣你说不是饶恕吗？假如你是那个绊倒人的人，你把人绊倒了然后呢别人就说我现在就把你头上拴个石头给你扔到水里面去，你怎么不饶恕我呢？你有没有看到这里面的张力？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能饶恕这个绊倒人的人？
为什么要把他的这个脖子拴个石头，把他扔到海里，把他淹死？这么残忍，这么狠毒，对不对？你难道不给他机会悔改吗？你接下来再说的1天7次饶恕他悔改了，你都饶恕他，为什么这个人做错事情了，他把人绊倒了，你要把他置于死地，你怎么不饶恕？你看到这个张力没有？所以耶稣在讲这3段的时候都有这样的张力啊，这种张力就是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所理解的这种饶恕、赦免、悔改，跟世人所理解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前半部分讲到这样的一个审判的时候啊，就是说，要把这个人，就是说，有点类似于给他一个最终的一个处罚，对不对？就是他做这个事情啊，我给你下一个审判，就是说，处你死刑，是吧？而且是一种很惨的死刑。那这样的一种死刑，这样一种刑罚，是谁才能有这个资格来做这件事情？是不是说你看到一个人他把人绊倒了，你就去拿个石头把他拴起来扔到海里呢？你可不可以这样做呢？你当然不可以这样做，对不对？那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呢？就好像我们看到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是一样的，对吧？就是那个财主他在阴间里面是谁判断了这件事情啊，定他的罪，让他下阴间啊？不是拉撒路，对不对？也不是人，是神的作为。所以当耶稣在讲前半部分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讲，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这个罪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所以当神要来审判的时候，连这么惨的一种死法都没有办法来去弥补他所犯罪带来的后果。而这样的一个绊倒人的事情，从一般的人的角度来看，好像不是那么大的事情啊。你知道，如果他说你比如说是什么犯奸淫啊，或者是这个杀人啊，或者是做一些让大家都是人神共愤的一些事情，对不对？那你可能会觉得把这个人处以极刑，你觉得很合理。他就是绊倒人，怎么个绊倒人？说不定就说句话让他绊倒了，说不定一个眼神就把别人绊倒了啊。当然这个里面因为你看上下文的话，你知道那耶稣在讲的时候有法利赛人在旁边嘛，对吧？包括之前的比喻都是在针对他们讲当然耶稣也会暗示这些法利赛人也把人绊倒了嘛，对吧？那这样一种绊倒看起来没有多大的事情，可是耶稣却说既然把这个人处以这种刑罚，这个就是从神的眼中来看，他看待罪跟我们人看待是很不一样。所以在这里能够定罪的，能够来审判他的是神，不是人，对不对？所以耶稣没有说你看到有个人绊倒了，你就拿个磨石把他拴起来就丢在海里面。耶稣从来没有这样教导，是不是？那这件事情是神做的事情，他来定罪，他来审判他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公正的审判，这是没有问题。可是他对人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就接下来他是对人，他说你们要谨慎。如果你的弟兄，他这时候很明显是针对人的本分来说的，对吧？那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得罪你了，把你绊倒了，你该怎么样？你不是把他磨石拴在他的颈项，把他扔到海里，你要来饶恕他。所以这个你看到没有？当耶稣在讲这个饶恕、讲赦免的时候，他其实在分不同的这个层面来讲。一个是从神的角度来说，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神有权柄来定他的罪，他如果不悔改，那这个罪的后果是非常严重。可是对我们人来说呢，我们不能去审判别人，因为神给教会的，或者是给我们这个基督徒群体的责任，是一种属灵的权柄，给这个政府是有刀剑的权柄，所以政府它可以审判人，对不对？他可以把人关到监狱里面，他甚至可以判人死刑，是吧？可是我们人不行，就教会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刀剑的权柄那神是专门设立了政府，把这样的权柄、审判的权柄给他们。当然，当政府滥用这种权柄的时候，神也会审判所以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所要关注的是属灵的事情，是属灵的权柄凯撒的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所以在这里
神对我们的要求不是说，那如果这个人犯罪了那政府当然他要去处理他如果触犯了法律政府要去处理，要关他，或者是要判他刑或怎么样，那是政府的职责，不是我们。我们的职责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耶稣在这里讲的就很清楚了，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饶恕。所以我们饶恕，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不是对那个人的要求。你看清楚是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有人得罪你劝诫他，你好心跟他这个劝说你来饶恕他。那如果他不听劝诫呢？你还是要饶恕他，对不对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看这两个地方对比你饶恕他，代不代表他的罪就赦免了？当然不是，对不对？那个也不是我们能做到的。我饶恕他，只是神对我的要求，让我展现出这个基督的样式。可是他的罪有没有赦免？那是他跟神之间，他如果不向神认罪，我饶恕他有用吗？没有用。我饶恕他主要是从我的角度来说，对我是好的。那对他呢？那他要在神面前认罪。如果他不认罪，神如果不赦免他，你再饶恕他有用吗？没有用，对不对？所以你看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把那些定他的人，他甚至说父赦免他们，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对不对那我想问大家，耶稣都说了父你赦免他们，那这些人是不是就都得救了呢？他们就自动得救了我们经常会说，你看神都爱我们世人，是吧？你不管做什么事情神都饶恕你。在神那里的饶恕有个条件，神的赦免有个条件，我们的饶恕神没有给我们条件。神的赦免的条件是什么？你得悔改，你得认罪。你如果不认罪不悔改的话，神怎么赦免你呢？就没有办法，对不对？神就不会赦免你。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你就不用管他，你不管他认不认罪，那个是他跟神之间的事情，他不认罪，神要对付他。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如果被得罪了或者怎么样受伤了，我们需要学会如何来去饶恕，不然这个会变成一种苦毒，来成为我们心里面的一种攻击对我们的生命是不好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饶恕和赦免，你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他当然是想要赦免所有的人，想要饶恕所有的人。可是如果你不悔改，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很可怕的一个结果。这是神的警告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犯的罪，在人眼中来看好像没什么大不了，但在神眼中来看是非常严重。这另外一个呢，对于我们这些对于我们人来说，这个审判的权柄不在我们人，所以呢，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来饶恕，不管他的反应怎么样，我们选择来饶恕对方。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说我们饶恕他，他的罪就赦免了。你要搞清楚，这是两回事情。我们饶恕他的目的更多是对我们的好，是我们不被罪所捆绑。我们操练这种饶恕赦免是很好的。因为你看耶稣有讲过好几个这种故事你还记得就说有个人对吧？说你欠那个老板100万，老板说给你免了，你很高兴是吧？结果你底下的员工欠你100块钱，你抓了他不放，然后把他关起来，对吧？耶稣怎么说你这个恶仆人，对吧？你欠我那么多钱，我都给你赦免了，你现在呢还不赦免他，那现在怎么样？我把你关起来，1分钱都没还清的话，你都不能出去。所以你看到神对于这个赦免，对于饶恕，他有条件的。他对我们说你如果不饶恕别人的过犯，耶稣说的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你看在这个当中，神他看重的是什么？你说那个人犯罪了，犯错了，怎么神你怪我了呢？神怪你是因为你没有选择饶恕他，而那个人犯罪，他如果没有这个认罪悔改，神要对付他，对不对？但神现在是对我说，虽然他犯罪，虽然他得罪我，但是如果我选择不饶恕，我也得罪神了。
大家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耶稣才说，你不饶恕别人的过犯，你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的过犯。所以神饶恕我们的过犯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需要认罪悔改，需要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要去这个强迫别人说你要怎么样，因为那件事情你也强迫不来，你只能好心的来劝诫，来帮助人认识到自己的罪来悔改那这个是这两个张力你看到了没有所以我们不要代替神，我们不要越界说这个我们可以他做这些事情或者怎么样，他不认罪悔我们就 OK我们就赦免他，我们就饶恕他，我们就这是两回事情这是两回事情。所以我们那个赦不赦免他是不是真的得到神的饶恕，那个是神他跟神的关系，不是我们可以说的，我们只能要求我们自己来去饶恕 OK， 我们只能要求我们自己来去饶恕，而且这个饶恕是一个无条件的，就不管对方做了什么，不管对方有没有认罪，不管对方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神希望我们可以选择来去饶恕。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说那个人就没有问题，你不要把这搞混了 OK 所以这件事情你要饶恕他是对着我们每个人自己说的。所以当我们心里面不饶恕的时候，我们自己就陷在罪恶当中，那我们要处理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好吧所以这个耶稣讲了这个之后呢，门徒呢就受不了了他们肯定是没办法做到这一点的。后面我们来看，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特别再提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说 OK， 那我个人来说我可以饶恕和赦免，那但是对于罪本身我们该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并不是说你就交给你跟神你自己去认罪，我不管你那对于个人来说是这样，我们可以好心的劝他可以陪伴他，可以帮助他，但是作为教会怎么面对罪，神是有指示的。作为个人怎么面对罪，神也有指示，对不对？有清楚的教导对于政府怎么面对罪，神都有清楚的指示。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全面的来看，而不是说饶恕就好了，不是那么简单。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你应该选择饶恕你应该选择饶恕。就好像说一个杀人犯，他一个基督徒，就假如说他杀人了，他认罪悔改了那神饶不饶恕他？神饶恕他，可是他要不要承受政府的这个，他触犯了法律，他要不要承受这个法律的制裁？他可能也要承受，对不对？那是两回事。神饶恕他，并不代表说他的罪不会有结果，不代表说你到法庭上说，哎呀，法官我认罪了，法官就说好了，那你就罪就赦免了，你走吧。不可能这样的，对不对？因为神给政府的职责，给他们的要求不一样，给个人的要求也不一样。那个法官定你的时候，他不是个人跟你有什么恩怨，说我要判你死刑，不是的，他代表的不是个人，他代表的是整个法律体系，他代表的是整个国家的这个运作，对不对？你个人面对一个人的时候，他得罪你了怎么样？你可以选择饶恕他，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对于教会来说，神有清楚的这个教导，我们该怎么面对罪所以你一定要分清楚，你是个人的层面，是教会的层面，是政府的层面，什么样的层面有不同的责任。所以耶稣就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他这里面的时候就没有说你饶恕他然后就走了，他如果懊悔了再饶恕他，那是指个人的层面，对不对？这是刚刚我们讲这个17章的时候是个人的层面。在这里耶稣在讲教会的层面。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你要怎么做？不是说我饶恕你赦免你我就结束了。他说什么？你要指出他的错，这是教会的责任，你要指出他的错。他如果听你，你就得了你的弟兄。可是他如果不听呢？继续饶恕嘛，70个7次嘛，不用管了。No， 他说继续处理，另外带1、2个人同去，要凭2、3个人的口做见证，继续指出他的这个罪。如果还不听呢？继续饶恕，不用管他了。没有，继续处理，告诉教会。如果教会还不听呢？看他像外邦人跟税吏一样。
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说，哎，耶稣你的这个教导怎么跟刚才我们读的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刚才是他得罪你7次，你都饶恕了，怎么在这里你不仅不饶恕，还把他赶出教会，把他当成这个外邦人和税吏一样看待？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层面是不一样的。耶稣在刚才我们讲的路加福音的17章，他在处理个人的问题啊，他在处理你个人，他如果得罪了你了，你怎么饶恕他，是指向你个人的责任。而在马太福音18章这里，他也在处理的是教会的问题啊。如果你看整个上下文啊，从马太福音16章到18章都是在处理教会的问题，讲了教会的权柄，讲到教会怎么代表神在这个地上实行神的这个心意啊。所以其中一个心意呢，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要去展现出神的公义，展现出神的圣洁。所以呢，他特别如果你看原文的时候，他其实并不是说你的弟兄得罪你哈，他更多是讲，你看英文也是，就是说如果你发现有弟兄或者姐妹他们犯罪了啊，并不是说只是说得罪你，但是他们如果犯罪的话，你就要去指出他们的罪，指出他们的错啊。如果不对付这个罪的话啊，一个人对付不了，就2、3个人对付，2、3个人还对付不了，全教会都要对付这个罪。如果全教会对付了之后，他也没有办法悔改的话，那怎么办呢？那就把他当成外邦人跟税吏一样看待，赶出教会，就是这样。不是没有爱心，不是不饶恕，层面不一样。这个就像我讲，我们基督徒，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吧，对吧？我在比如说讲台在讲的时候，我不能代表我个人的想法来讲。比如说我支持某一个政党，或者我不支持某个政党，我私下可以去讲我自己的政治立场，我也可以讲我个人的这个优先的选择，但是我不可以在讲台说代表教会说我们教会就是这个政治立场，是不是？不可以的。我们的身份在不同的场合是不一样的，什么样的面对同样的事情，你私下的时候处理和你公开的时候处理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看到圣经里面也是的。不是说饶恕就大家都饶恕。你作为教会的领袖，作为教会的牧者，你在面对罪的时候，和你个人面对有人得罪你的时候，你处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说公开的要公开处理，私下的要私下处理？神在圣经里面在给我们这个教导我们的时候，都是讲的非常细致的，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啊，不是我们想的就是都饶恕都赦免就不管了，不是那么简单。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对于这个教会，那你想为什么教会要这样做啊？因为当教会代表神在实行他的心意的时候，神面对罪的时候，我刚刚讲有前提条件，对不对？神怎么赦免你的罪呢？你要认罪嘛。你若不认你的罪，对吧？我们刚刚我们这些经文都经常认罪悔改的时候都讲，对吧？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非常明显的这种就是说条件句。你若认自己的罪，神就一定会赦免；你不认自己的罪，神就不会赦免，你就会替你的罪承担后果，就这么简单，对吧？这个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一直到最后末日的审判仍然如此。而教会要代表神的心意，要面对罪的态度的时候，教会所做的跟神在这个方面所做的是一样的事情。因为神面对罪你不悔改，那你就你处理你，是不是？你要承受这个罪的后果。教会怎么样来代表神来去做这件事情呢？就是按照这个流程处理罪，就是你悔改，你如果悔改到这里结束，你如果不悔改继续。还不悔改，再继续，再不悔改，再继续，到最后把你赶出教会，告诉你说你危险了，因为你现在已经不属于我们教会的一员，你现在就像外邦人和税吏不信的人一样，你最后的结局是灭亡。那这个目的是什么？继续的催促他悔改，用一个最极端的、最严厉的手段来提醒他，你要悔改。所以这是教会代表神在面对罪的时候一个态度和立场。你个人你要饶恕他70个7次，这是没有问题。但是作为教会面对罪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耶稣的教导，教会的纪律，这是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处理事情和你个人处理事情，和你在如果你是政府人员，你在政府当中处理事情都是不一样的，原则是不一样的，好吧？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些当中有界限，不要搞混了啊。那你看接下来讲的信心，门徒们听到这个之后，他们就觉得肯定做不到，谁能做到呢？他就说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主很有意思啊，主就说你们若有一个信心像一个芥菜种，就是对这个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们。这里面的对比是什么？你看到没有？这里面对比很清楚啊，那个芥菜种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对吧？那个桑树很大，而且你说让这个桑树自己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都会这样做，哇，这个事可不得了，对吧？这简直是非常大的神迹啊！那不是魔术啊，这神迹。你能让一棵树自己跑起来栽在海里面，这么大的事情，耶稣所对照的是什么？那个非常非常小的信心，一点点就可以有这么大的功效。那我们就要反过来想，那我为什么没有看到那个树自己跑起来到海里面去呢？反过来就说明什么？所以我们的信心就是那边的都没对，芥菜种都没有，是不是？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本来是门徒们是对耶稣说你加我的信心和力量，结果耶稣这样一说，你看意思就是你连这一点信心都没有，又打击他们了啊。那怎么办呢？那你听到这里很绝望啊。你说如果我有那么一点信心都可以做这么大的事情，那我现在那耶稣你的意思就是我一点信心都没有，一点都没有，那我怎么办呢？所以你看哈，在这里啊，这样的一个对比啊，其实耶稣呢，他其实在用这样的一个很dramatic 的对比，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啊，你的信心大小如何其实没有什么好像说是决定性的，这个不在于你自己信心有多大多小，因为耶稣已经说了嘛，你有那么一点信心都可以做那么大的事情，你没有做成就说明你一点都没有嘛，你有多少其实这个无所谓，关键是谁可以让这个树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不是你的信心。耶稣这里完全否认你根本是没有信心的。真正能够做出这种神迹奇事的是主，对不对？不是说我有信心，我相信，那个树就自己跑起来了。你去试试看嘛，你看那个树会不会跑起来？不会的，就说明我们不在于我们的信心，在于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主，你信心的对象很重要。你知道很多那些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如果你看到不管是穆斯林还是一些藏传佛教，尤其藏传佛教那些佛教徒，你发现他们很有信心，就是从这个信心的这个表面来说，他们信心可能比你还大，有用吗？没有用，对不对？因为你信心的对象指错了，你信心没有指向神，你信心的对象可能是指向自己，或者指向一种虚幻的一种理论，或者是一种虚幻的一种想法。可是真正的信心要对准主，如果没有对准主的话，耶稣就说你们没有信心，你做不出这个事情，是因为你们没有信我表明你的信心呢，在神面前就没有价值所以让我们看到这里面那个小和大的对比。其实这种对比呢，就展现出说你的信心大小本身，其实这个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的因素是你的信心是不是指向主，还是指向你自己。这个我之前也有提到了我就简单再说一下，就是说你看我们这个前几周在讲比如讲财主拉撒路的故事的时候，讲到这个不义的管家的时候，其实都有跟这个信心相关。但是你看到在圣经里面讲到信心的时候，他讲到这个信心呢，就是说你到底是信任什么，这个是很关键。如果像这个财主一样，你所信任的是你的钱，你的你的资源，你把信心放在这些上面，那你的信心很大，对不对我有钱我能干大事。和你没有这一切的时候，你把信心放在主的身上，你看主怎么为你成就大事，那这个才是信心的差别。所以信心的差别不在于大小的差别，在于对象方向性的差别
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有信心，他有钱，这个是 OK 的呀，没有问题，并不是说没有钱才有信心，是不是？所以这个关键不在于你有没有资源，有没有钱，关键是你依赖的是什么，你依靠的是什么，好吧？所以这是第二个讲的信心，信心的关键是对象。第三个呢，我觉得就很有意思了哈。那耶稣就说，你们有仆人耕地放羊从田里回来，说你难道会对他说，你快吃饭你不是应该跟他讲，你赶快给我预备晚饭啊，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你才可以吃喝。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这个应分做的。好，其实这一段呢是对前面这个整个实际上上半部分的一个总结，就是耶稣到最后他讲了说这个饶恕赦免讲了信心他最后想我们从一个什么眼光来看待这一切？他把重心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我们的身份上。而这个身份是什么身份？你读这一段的时候，其实你可能会觉得很心塞，是吧？哎呀，我这个好不容易，我干了那么多活，回来之后还要伺候你，是吧？然后还等你吃完了我才能吃，凭什么？人心里面会有这样的一种这种觉得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对吧？会抱怨。可是耶稣用了他们一个最日常的例子来去 make a point， 就是说你要搞清楚你的身份是什么，你要搞清楚你是谁，你搞清楚当耶稣让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让你做这些事情？因为你要搞清楚你的地位，你在神面前，你是神的仆人，你理当来遵行神所对我们一切的要求，对不对？那当然法利赛人听到这些，他们肯定不高兴因为他们在这个社会上是属于上层的，对不对？他们都是别人服侍他。其实从神的眼中来看，他们这些是服侍神的人，是这个神的仆人，他们应该是更好来侍奉主、侍奉人才对，对不对？可是这个关系搞反了，反倒他们来指责耶稣，他们反倒呢看不起耶稣，他们还觉得他们高人一等，让别人来侍奉他，整个的这种侍奉的这种态度和理念完全是相反的，完全跟圣经是不符的，对吧？所以那些天天说自己是人民公仆的基本上不可能做人民的公仆的，这是世界的价值观，就一定会这样，一定是会塑造这样的人。除非你真正的在神的里面，你被更新，你才知道你被呼召出来，不管你被呼召去工作，去进入婚姻，去生孩子去服侍神，你的身份在神面前，我们是仆人，我们是不配的仆人。当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你才能够饶恕。因为你想如果我们的心呢是一个觉得我们配得，我们配得一个道歉，我们配得别人的尊敬，那你就很难饶恕，你很难放下这些嘛。但是当你真的在神面前认识到你的身份的时候，你的饶恕就像刚才耶稣说的，他7次回来你7次饶恕，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我们都是不配的，谁不犯错呢？对吧？同样的，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的信心也不会放在自己的身上，说我信心你看一个芥菜种都没有，所以呢接下来我就要好好的努力的去操练我的信心，让它变大。不是的，神要求是让你操练你的信心指向基督，看见基督，怎么样回到基督里面那个才是信心的最重要的地方。除非你看到说我是无用的，我是不配的，我没有办法自己产生信心，我没有办法靠了自己我连一个芥菜种的信心都不可能产生的时候，你才能够把你的信心把你的眼光放在主的里面，就是这样嘛，对不对但是在这里的时候，我想最后的时候我特别还要强调一点，因为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容易让大家，尤其是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神的爱，经历过神的赦免，经历过神的恩典的时候，你听到这里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反感，你会觉得神你看你就是高高在上压制我，让我做仆人做牛做马，是吧？你看你就对我这么凶狠，我要是不赦免人，你还要把我的
脖子上拴个石头给我淹死。你看你这么那个什么，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如果是这样一种心态的话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拒绝或抵挡，就会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了。可是你知道，你在读这三件事情的时候，饶恕、还有信心、还有服侍的时候，其实耶稣提到这些的时候，他最终是希望我们以怎样的心态来看待这些事情。所以我把这3件事情最后汇集到一点，就是我们来看待这些事情的最根本的一个根基，其实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一个身份，是一种儿子的心，这个非常重要，大家要记住。因为刚才我们看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耶稣你就把我们当奴隶是吧？你就让我们做你的，耶稣讲那个例子只是 make a point， 并不是说把我们当奴隶也并不是支持奴隶制。有很多人就说，你看耶稣也支持奴隶制是吧？你就误解了耶稣的意思。耶稣的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只是让我们认清楚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在神面前的身份。但是保罗他有讲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说我们现在不是在顺着肉体活你看这个对比又出现了，你不是根据世界的这个价值观而活，不是顺着肉体的，而是要顺着圣灵，被神的灵所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在这里了，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乃受的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你看到这个重点是什么？耶稣让我们看到他刚刚讲这个饶恕赦免信心还有服侍这些，他希望我们是从一个儿子的心态来看待这一切。他希望是从一个我们已经被神的爱所充满，被神的恩典所拣选的这样的一个人的心态来去看待这一切。他希望我们是对耶稣对神爱的一种回应来去看待饶恕。我们不再是那种逼着自己我好苦我饶恕不了他，我这个但是还要逼着自己，因为神让我饶恕，神说的我不饶恕，他不饶恕我我就逼着自己要饶恕。不是的，神不是要把我们逼到这种墙角，让我们去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神希望我们自己首先能够感受到被饶恕、被赦免、被接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被神接纳，所以我们去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是一种自然生命当中流露出来的饶恕。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芥菜种的信心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不是逼着自己说我们要操练信心，我们要把信心练大，而是你自然而然，你作为你的父，神是作为你的父，你就是自然而然作为儿子来到你的父面前来寻求他，来跟他交流。所以你就会好像你看到你的孩子来到你的面前给你提要求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很大的信心的，他不会跟别的父母这样提要求的。他的信心是什么？是建立在他跟你的关系上，他知道他是你的儿子，他知道他向爸爸妈妈提要求，哪怕爸爸妈妈不接受不答应他的要求，他也不会觉得说那我就不是亲生的了，是不是？他也不会这样想的。所以他能够带着一个儿子的心来到父母面前，那个才是神所看重的信心。最后的这个服侍也是一样的，我们不是带着说主你就把我当奴隶把我当牛马。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是儿子的心。我们愿意服侍神，是出于对神爱的回应。我们愿意来跟耶稣一同受苦，不是说我逼着自己要跟主来受苦，而是我们从里面因着神的爱的充满，因着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得到了神的这种恩典、神的爱、神的激励，我们尝到了主恩的滋味，所以我们愿意走这条十字架道路，我们愿意来与神受苦，而最后我们也可以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耶稣这些教导的时候，我们不要从道德主义的角度来去辖制自己，说我一定要逼自己这样做，逼自己这样，我不饶恕我要逼自己。当你不饶恕的时候，你要反思你跟神的关系，我为什么不饶恕我是不是还是一个奴仆的心？如果我是一个儿子的心，我的天父都接纳我了，为什么我不能接纳别人呢？我的天父都赦免他了，为什么我不能赦免他呢？
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要反思的是，我们为什么没有信心？我是不是没有一个儿子的心？我是不是没有把我的父神当成我的父？我还是把他当成我老板，我还是把他当成就是我是牛马，我还是把我当成奴隶。如果他是我的父，我来到他面前，这种信心的流露不是很自然吗？我们来服侍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神当成我们的父，我们来侍奉他，我们是甘心乐意，我们是心甘乐意、很喜乐的来服侍他，哪怕有这些困难，有这些逼迫，有受苦，我们也愿意和他一同受苦，就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儿子的心，我们在基督里没有被神来去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没有致使我们的身体，我们这个老我，我们的肉体，我们做这一切，不管是饶恕啊，还是建立信心啊的这个功课，还是去服侍，你都会很苦很苦的，你走不下去的。到后面呢，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还不如在这个世界上享受更好，再来跟随神太难了对不对？太难了。所以求神加添我们的信心。当我们遇到这些困难要后退的时候，我们要反思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我们真的是呼叫阿爸父，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我们就可以带着一个坦然无惧的心来到他面前。就像这里面说的我们不是带着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我们去饶恕别人，不是带着一个害怕说，哎呀，我不饶恕他，神就不饶恕我，我害怕，所以我要逼着自己饶恕他你看我没有信心，耶稣都说你的信心这芥菜种都没有我就要自己去操练我的信心。不是的，我们不是带着这种害怕的心来跟随主，我们不是带着这种外在的压力你看你为什么让我悔改，你为什么让我认罪？教会纪律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对不对？你会觉得哇，这神怎么这么严厉一步一步要处理这些。神是希望我们用一颗儿子的心来面对，来看待这一切。当在这个当中的时候，父母的管教你就不会觉得苦，你会觉得感恩，你会觉得是神给你的爱，因为他所爱的他必管教。你在管教当中虽然你不舒服，但是你的心里面仍然是充满喜乐和盼望的，你不会拒绝，就是这样所以一切的一切归根结底还是回到我们在神面前的关系，我们在神面前的身份和地位，我们的心是一个怎样的心最后总结了饶恕是我们的事情赦免是神的事，分清楚个人的和群体的是不一样的。神要求我们个人的饶恕就是无条件的，当然这个无条件是出于因为我们有个儿子的心，所以我们可以接纳别人，对吧？哪怕那些你看在那个整个教会历史当中，那些殉道的人，他们都是这样做的，他们都是父赦免他们司提反殉道的时候也是这样，对不对？这个是他自己无条件的饶恕，这就更加表明了他在神面前的这种身份的这种认定多么坚定。他知道他的身份是确定的，他知道神如此爱他，他会有什么放不下的呢？都可以放下。但是对于真正的赦免，那是神的事情，你如果不悔改，那你要面对神那如果我不饶恕，我要面对神，就是这样了信心的对象决定了信心的价值。你真的相信神是你的父，你把这个信心的对象指向他你就自然而然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常常的有信心来去做事情所以不要想怎么靠自己憋出芥菜种的信心，你不用想，你不可能的，你这辈子也不可能憋出这种信心我们要想的是怎么样能够把信心指向基督更关键的是什么？就是你要认定在基督里的身份，你要能够经历到在基督里被接纳，你要能够感受到神和你同在，你要尝了主恩的滋味，你才能够真正的来去跟随神。不然的话，你的服侍也好，你的饶恕信心，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没有果效的，而且是会很苦的。跟随主，你会觉得神是一个离你很遥远不怎么关心你把你当牛马的这样一个神。可是当你如果真的经历到主的恩典和慈爱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父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感谢主我相信最终的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不管是什么饶恕也好，赦免教会纪律所有的这一切，其实归根结底都要回到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否真的感受到神的爱，我们有没有经历到他的爱。当我们被他的爱所充满的时候，我们在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眼光会完全不一样。
不要从世俗的角度看待这些事情，从神的国度，从神的眼光，从一个儿子的心，我们是神的儿女啊，从这个儿子的心来看待这些事情。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